拿到内定了，非常开心啊！就实际上我最近才刚开始找工作，然后远比想象中要顺利很多啊。就虽然说是华人公司啊，但是也是非常开心的啊。实际上我原来这个预期就感觉大概率可能得去华人公司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投了50-60家日本企业，基本上没有一家让我去面试的，就面试的机会都没有，就真的很夸张啊。所以说，我现在总结下来的经验，我可以告诉大家，如果说你在日本这边没有日本的学历啊，然后你的日语水平没有到 N1 以上，或者是说商务级别，那么你获得面试的机会都会非常少啊，是这么一个情况，真的是。所以说，如果你是国内 IT，你是干 IT 的，然后国内有工作经验，国内是本科毕业的，然后日语有个 N2 水平啊，在这边找华人公司，应该问题不是很大。好的，本期视频主要是跟大家分享一下，就是能够100%肯定能留下来了啊，哪怕咱们不去读专门啊，也能够留在日本，带大家继续去了解日本啊。我实际上还是蛮开心的，就是我已经答应他了，为什么呢？我感觉就是这个公司的老板人挺好的，就是我感觉听他说话就是给人一种就是你不会亏待你的那种感觉，就是为人很踏实的那种感觉啊。包括那个技术面试官啊，我感觉他也非常有耐心，所以说我觉得很多时候就是一种缘分，哪怕我们确实是可以继续去提升，继续去面试，拿到一个比现在薪资待遇要好的一个水平，但是我觉得，有些时候缘分就是挺重要的，而且我觉得打工这个东西实际上挣不了太多钱，后期我们还是得看看自己一些其他方方面面啊，靠自己的一个副业，比如说自媒体等等，类似于这些东西去挣钱啊。甚至是说未来如果有机会的话，可以和别人一起合作，去开自己的公司，或者说有自己的一个产业等等。那么就是给大家分享一下，然后我的一个薪资就是起薪的话是刚开始是26啊，然后在现场工作3个月之后，如果说不是因为那个自己能力不够，然后被现场直接裁退的话，就是在现场没有太大问题的时候啊，那么又会再涨2万，就是变成28啊，这个是税前的一个薪资啊，税后的话估计就到手会很少啊，但是这个没办法，因为华人公司它都是没有奖金的，所以说相对而言啊，如果说和日本公司对比的话，大概28实际上就是日本公司的一个23、24左右啊，实际上真的不高，但是我感觉应该相对而言，华人公司就是身体上可能会劳累，但是心理这一块可能没有那么的夸张吧，就是你可能也会面临加班什么的，但是相处起来和国人相处我感觉很舒服，和日本人相处的话肯定到时候经常看他们脸色，我就感觉很折磨啊，这个也是一个方面吧。然后这是面的第一家，最近面的第一家，然后今天实际上也面了第二家，第二家特别夸张，你知道吗？第二家首先他面试流程非常多，有人事的面试，有市场部的面试，还有这个技术面就好几面，特别夸张。我还要去现场去面试，然后他跟我说，需要你提前培训1个月，然后培训1个月你要到现场，你到现场你还要缴纳这个水电费这些，水电燃气费这些，哇，特别夸张。你是缴纳2万还是1万日元的这个费用？我靠！我去参加培训，我要去现场，我没有工资的情况下，我还要缴纳费用给他们。我说这是什么鬼啊？而且他的面试又卡得非常严，我就完全感觉没有一点想去的欲望了，你知道吗？今天面的这一家，我感觉应该问题不是很大。我感觉日语面试的话，面华人公司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压力，但是技术面试我是感觉很有压力，因为我的基础知识比较一般啊，所以说，我折中比较起来，我感觉，再怎么面可能也就28左右啊，这么一个水平。那么咱们还不如选一个自己看得上眼的一家公司，那就这么决定了，我就决定直接去这家公司了。那么感谢大家的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陪伴，我们
后面再给大家出一些其他类型的视频。就是现在开始我能够稳定下来了，至少能够不用为签证这些东西担心了。而且这家公司它也是能够加20分人才加分的啊。这家公司不大，好像就20到30个人之间这么一个规模。我后期的工作相关的一些内容，我也会持续的给大家更新状态的。好的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